Hello，给我开个视频，我需要你这个工具。走。无论我发什么视频，在留言区里面问到最多的问题是关于衣服的。那这一期我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吧。首先，这个头巾它主要分2个颜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红色。然后在戴头巾之前，它会戴一个这样子的帽子，它是其实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然后固定头巾是用一个黑色的羊毛圈，这个黑色羊毛圈它是有重量的，而且它非常防滑，它可以固定头巾，所以风吹啊，动作大一点啊，基本上都是非常稳的，不会掉。然后他们很多人有时候就这样直接披着，有的人就会搭在后面去，这个看个人喜好了。然后我把这个头巾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它的质地比较轻盈，然后上面是有一些暗花的。它的这个花纹跟红色头巾花纹是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说它是白色，纯白色，挺透气的。然后固定头巾的这个羊毛圈它是很有重量的，差不多在我手里我感觉有半斤左右吧，就很有分量。现在就是红色，我老公戴红色戴的比较多，可能他自己偏好红色吧，我反而觉得白色会衬的人更干净一点。它这种头巾的话跟白色一样，它是分质地分品牌，可能有的还会分大小。也是比较轻的，它的面料比较特殊，它有这个面料有点张力，就是不会很软趴趴的那种，但是又不会特别硬，它比较容易固定和造型。我跟他去过一次这种商店，反正在我眼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头巾呢，它们是有寓意的，上面的花纹，这个是渔网，面积比较大，然后旁边会有一条就是麦穗，就是麦穗的样子，寓意是丰收。这个产地是英国的，还有很多产地是中国的。像身上穿的这个白袍子呢，是必须要去这种裁缝店量身定制，然后客户可以自己按照需求来选择面料。一般差不多按照身材来算的话，3到4米可以做一件白袍子，每1米的价格是差不多人民币800块钱左右，是稍微好一点的面料。每个人对质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价格它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也有那种很便宜的。他们穿这种白袍子里面一定会从内裤到打底裤，还有就是打底衣都是纯白色。除了这种日常的基础款以外，还会有一件这样子的一个纱，这个纱一般场合它是不会穿的，除非是那种非常重要的场合。你看他们有很多皇室在电视里面出来都会穿这种衣服，然后这种衣服的面料基本上是羊绒的。这件衣服的金边它是纯手工做的，比较精细，然后它普通人穿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是皇室成员他们是有讲究的，每一天穿的这个金边的话颜色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统一一个颜色。然后鞋子呢，夏天是拖鞋，冬天就是穿皮鞋。所以沙特阿拉伯正常的衣服它是只分面料、质地还有做工，不分款式的。如果有正式场合，或者你去哪个机构办事情，如果你穿的是便服，不是穿的这种白袍子，他是不让你进去的。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这么穿。然后中东地区每个国家的衣服，它的设计细节是不一样的，穿法也是不一样的。像阿联酋的话，他们这种黑色圈圈，他们是有2个辫子吊在后面的。我老公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哪个国家的对号入座，我是看不出来的。好了，就这样，散会。如果你和你的老公在一个空间待上14天，你会怎么使唤他？视频的最后告诉你。今天的私信真的太多了，都是有关海外人员带孩子回国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些带孩子回国的一些顾虑。然后我总结了几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私信的效率太低了，我觉得我跟你们的回复也不是很完整，但是我仅代表我自己哈。首先咱们回国，你要确认自己的护照和签证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如果不在有效期内，你赶紧去使馆那边申请重新办。再一个就是确认回国的机票，但是做好心理准备，很有可能这个航班是会被熔断的，然后一直改签，2手准备吧。如果你本人是中国公民，但是小孩子不是中国国籍，你可以去使馆办一个旅行证。如果你在国外已经打过2针疫苗了，那么你在那个申请绿码的时候，同时上传你的疫苗接种证明，
2针啊，我说的是2针，而且你起飞前的48个小时要完成双阴检测，并且是在使馆指定的地方，检测结果一般都不会超过24个小时，所以这一点可以放心。小孩子需要做双阴检测吗？也是需要的。做家长的一定要过了心理这一关，你不要觉得你的孩子连点滴都没打过，我就要给他去抽血，那这是没办法的，还要去做那个 PCR， 对吧？所以权衡下来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你就做一个选择。当你申请到绿码登机了以后，你在中国境内下了飞机以后，所有的流程你根本就不用动脑子，有专门的提示海报，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还有人提供笔给你，完全不用操心程序的问题。把你的护照、登机牌、检测报告、疫苗接种证明拿在手里就可以了。到了海关以后呢，还有一个检测啊，一个是 PCR， 一个是 IgM 的检测。这个时候呢，这个 IgM 的血测你可以拒绝，但是你要写一个拒绝抽血的申请书，签个名字，写个日期。检测完了以后，后面就简单了，就直接按照流程出机场了。到了机场出口，会有专门的人分配你们去酒店。那个时候就是会有大巴直接把你们拖到酒店，那去哪个酒店这个就是随机的，但是呢你去哪个区隔离问题都不大啊。那如果说是你带小孩的话，到了酒店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套房，可以跟他们要个套房，当然就是费用的话也会高出100-200块钱吧。可以选择酒店的送餐，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卖，按照酒店规定的时间送餐。我感觉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可以把广州的美食吃个遍。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呢，请你们在回国前就多准备一些他们可以玩的东西放在购物车里面，到了以后就马上下单，收件特别快。我推荐大家有什么东西如果很急的话，你们在京东下单啊，我这个不是广告啊，我就觉得京东很牛，第2天就把东西给我送过来了，因为在广州他们是有仓库的，好像我给肉肉买的一些做科学实验的还有画画的一些东西都是在抖音下单的，也非常非常快，绝对不会超过48个小时。不要纠结品牌都可以。然后呢，做运动的东西也买一些，大人小孩都能一起玩的那种，只要是不会造成很大噪音的东西都能买。建议你们到的第1天就去买一些桌布和一次性的碗啊，不要问我为什么，买就完了。视频里面肉肉玩的这些东西加起来可能就600-700块钱吧一起，我觉得还是挺值的，最起码可以换来我每一天某一个时间段的片刻安宁，或者是一起打发时间。哎呀，反正我觉得好处挺多的。如果你是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那更好了，你趁这个机会拼命使唤你老公，千万不要试图妄想着他会主动帮你分担一些事情，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他要做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借口也无处可逃。散会。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视频啊？之前发的这个视频在评论下方，我们家大龙被骂惨了，大部分的意思就是呢，因为是体臭有狐臭，所以才这样子喷香水。这种评论呢，我就真的不会再去理了，那是真的理了就是个傻子。我就给你们简单的分享一下沙特老爷们他们是有多么喜欢香水，好吧？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沙特这个本土品牌的时候，它还是个新品牌。售货员呢就在我们3个人身上就试了一些香水，然后给了我们很多不同味道的试香纸。我们当时1瓶都没有买，然后试香纸我们是带回来的。过了3天以后，大龙又去那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拿回去的试香纸，它的留长时间都非常久，3天以后还有。我们当天穿的衣服洗完了以后也会有香水的味道，也就是说这个香水的持香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所以呢，对于新的香水品牌来说，大龙是绝对不会第一次闻了以后就买，因为不了解它的属性。真的有时候我看大龙闻香水的样子，我就感觉他是个香水贩子。大龙算是有个嗜好吧，就是买香水，而且他很费香水。我们在家里就说好了，去这个柜台的时候就1人买1瓶啊。因为我们刚买了1批，结果在那个地方就站了15分钟不到的时间，他买了8瓶，然后选的这8瓶呢，几乎都是中性的，就是我跟他都能用的。我们家里用的所有香氛类的产品，我是一点都不用管的。这位老兄一定会买的服服帖帖的，要啥有啥。我是真的觉得沙特阿拉伯人都是个个有味道洁癖的，不管是自己还是家里还是哪里，就是一定要香香的，必须要很香。但是我觉得香真的比臭要礼貌多了。你们有没有试过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那种不同的臭，头皮臭、嘴巴臭，还有那种全身上下的臭，那种味道呢，其实你也闻得出来，它就是不洗或者不换衣服的味道。我曾经碰到过很漂亮的小姑娘，但是你走近她，闻她的味道，看她的头发，你就知道非常不爱干净。
其实香气也好，爱干净也好，这个东西其实在风水学里面跟他们穆斯林的那种文化是一样的，就是会让你自己改运的。说的比较容易懂一点，就是你有臭气或者你不爱干净，好的事情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可以不香，但要干净。而且沙特阿拉伯还有很多的风俗跟我们的风水学很雷同。你比方说，他们的镜子是不可以对着床，洗手间的门除了进出要一直关着。大龙在每天睡觉之前一定会去看一下洗手间的门有没有关掉。所以说一个民族就是一种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有数。那别的国家他干不了这些事情，他有别的文化，对吧？我说的很含蓄，懂的人自然懂哈。我们家肉肉从出生的婴儿时期就开始在用婴儿香水，是不含酒精的那种，直到现在每一次他的衣服上都会先喷了香水再给他穿。所以说那些对香水文化有什么误解的人，就不要老跟狐臭、体臭这些东西扯在一块。不懂没有关系啊，抱着学习新鲜事物的态度。散会。其他人回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但是对于我们带着孩子的又是斋月，其实是有点挑战的。我跟你们说，我在抖音可不是白刷的，我在抖音学习了很多亲子的一些互动。回国前就在抖音的购物车里面放了20多样东西，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使用的。大人呢其实挺好解决的，拿个手机怎么样打发时间都行，做下运动减肥。所以我就鼓动大龙加入我减肥的计划。你看他吃力成什么样子了，这个是他的第1天，所以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其实在回国的前半个月就已经开始在有意识的去做一些运动，然后减肥。我们俩在沙特各自都长了20多斤，然后我自己呢也准备了很多的面膜啊，还有皮肤护理的东西，包括美容仪。我不知道各位小仙女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你找了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了个老公，就像是找了一个闺蜜来跟你分享你的美容仪、化妆品、香水等等的。我们真的除了外出的衣服不能共享，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共享。他是那种只要你把护理产品只要跟他说明白了功效，然后他觉得用得很舒服，他就会跟你一起去用的人。他在家里除了香水什么都没有，所有的护理产品全部是用我的，给他买的任何男士专用的他都不用的，他觉得不好用。大龙就特别喜欢这个雅萌眼罩，它携带方便，容易坚持，就是戴上了以后你忙你自己的。蓝灯模式就是热敷，紫灯模式就是提拉紧致眼部周围肌肉。期间在酒店里边，我们每天差不多快7点钟的时候就是我们开斋的时间，在那之前我们就会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就是迎接食物的到来。斋月期间，所以时差就不倒了，特别棒。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配合和响应国家的号召啊，这算得了什么呀，简直跟度假一样的。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坚持，会克服的，坚持就是胜利。14天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散会。我们这2天干了件大事儿，3天前就开始在准备，然后昨天等了一整天，终于肉肉睡着了，我们就偷偷的出来开始我们要做的事情。8号是肉肉3岁的生日，我们就在8号的早上凌晨2点钟开始给他布置房间，所有过生日的元素我们都有准备，就给他个惊喜嘛。我跟你们说，不要以为就是女人喜欢惊喜，是人都喜欢，男的也好，年纪大的也好，还是儿童也好，生活的仪式感也好，还是制造惊喜也好，其实是感情的一个很好的粘合剂。那很多人就会说，有钱就会有仪式感，有钱就有惊喜，我觉得不对。像这种布置室内的气球也好，卡片也好，其实成本非常低，包括我给他买的生日的衣服和鞋子都不会超过300块钱啊。这黑裙子是我拿着手机问他要什么颜色，他自己挑的黑色的啊。当然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黑色的，我就问肉肉，我说你为什么要选黑色呢？你不是要做公主吗？然后肉肉回答我说 I don't wanna be a princess, I wanna be a queen。 那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呀， queen 就是要黑色呀。那我就干脆给他多配了一个黑色的皇冠，就是我希望肉肉从小都能够为自己要的东西做一个选择，就让他更有主见一点。我们再回到仪式感的问题上啊，就是我跟大龙结婚以后，其实有2次连续的他都忘记了我的生日，就是说实在话，我真的是气得跟鬼一样的。每年我的父母是绝对不会记得我生日的，这个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的朋友都记得，
每一次不管我在不在国内或者在不在这个城市，他们都会送上祝福。所以呢，就算我自己忘了，也会有人提醒我。大龙要是忘记的话，我肯定不会提醒他，我一定是到了第二天我才告诉他，让他内疚无比。然后第二天他就是很好玩的，就是小心翼翼，连家里都不敢待，就出去开始买蛋糕、买花、买礼物。我为什么生日都过了，我还要这样子呢？是因为我就是让你知道我是很介意的，你不把我放在心里是不行的。我要的就是被对方惦记的那种感觉，哪怕是我们结婚了，我也不想改变。结果好死不死，今年他过生日4月份的时候，我居然忘记了。但是我真的是1个礼拜的时间就一直在盘算怎么去跟他买礼物，怎么去做蛋糕，让谁带我出去，扯什么理由跟他说，就过得不知道日期了那种。说白了就是没有太上心吧。我觉得凡是忘记对方的生日，那就是不上心，没有任何理由。因为那个时候不管你说什么理由，跟对方解释什么，对方都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挺反感别人说仪式感这个东西跟钱有关系。你说给一个小孩子打几个气球，买件衣服，买双鞋子需要多少钱呢？你说你自己的另一半在过生日的当天，你提前在家里安排好饭菜，对吧？等他回来一起吃个烛光晚餐，要多少成本呢？所以呢，所有的仪式感和制造惊喜，其实它最贵的成本是来自于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很喜欢过节，又有那么多女人很讨厌过节？很简单，喜欢过节的女人就喜欢惊喜，喜欢仪式感，因为有人宠她，有人懂她。不喜欢过节的女人，反之，没有人疼，没有人懂，我为什么要过这个节？这个节根本就不属于我。我觉得情人节倒没有太多必要说每一年都一定要去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结婚纪念日和生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自己最特别的日子，一个是2个人最特别的日子，然后在卡片上附上一句你最想表达的话。渐渐的你会发现，夫妻也好，父母也好，子女也好，只会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仪式感走得更近，感情更牢固，因为它很温暖，它会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今天是9号，也是母亲节，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已经订好了鲜花，今天早上已经送到我妈妈手里了，然后早上她抱着花拍了好多次拍发给我。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送花给我妈妈，她还觉得很浪费，因为鲜花保持不了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很坚持，不管是她生日也好，母亲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特殊的日子也好，我觉得我能做的其实也就这么多，偶尔给她生活中带来一点点的惊喜。鲜花保存的时间的确很短，但是那份你想表达的爱，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散会。本视频会引起部分人不适，谨慎观看。我老公在沙特到底是做什么的？跟着我的镜头了解一下吧。右前方的建筑物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我们现在在沙特的哪一个区域呢？叫 Hamis Moshit， 在沙特的南部，而且4季分明。它的一些城市面貌和景色，其实我在前面很多视频里面都有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现在去的这栋楼是一个当地的老牌酒店，做了还蛮久的。酒店在当地来说的话，还算是家喻户晓的。这个酒店呢，是他们爸爸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买了一块地，就盖起了酒店，做起了酒店生意。那个时候酒店生意在沙特还不是很多，但是这家酒店呢，做的口碑一直都是挺好的。我们只要在那边的时候呢，下午的时间和晚上的时间，大龙都会在这个地方度过。但是我从来不会跟他一起来，因为很无聊。但是肉肉倒是挺喜欢跟他来的，因为没有人管着他吃甜品吃零食。这位小哥很逗，非常敬业，说明培训的比较好。因为疫情大门是不开的，我们就走侧门。酒店在去年疫情的初期其实是有点冲击，那个时候酒店的咖啡厅和餐厅是都不能营业的，再加上出远门的人极少，所以酒店行业那个时候的冲击其实非常大。但是很快呢，这个酒店又迎来了它的转机。他们沙特政府的卫生部直接找到酒店，酒店就成了当时的一个隔离点，隔离费用呢都是政府出，说成白话就是被征用了。然后呢，他们家确实跟中国的渊源特别深。那这个酒店现在目前住的客人90%以上都是中国人。酒店一直以来呢，他们就是入住的全部都是沙特当地人，是从其他城市过来到这个城市避暑，因为这边夏天特别凉快。你如果非要问我酒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干净，很干净。
然后就是酒店的厨师做菜做得非常好吃，而且会做中国菜，其中好几个家常菜还是我教的。他们这个厨师已经很多年了，会做阿拉伯菜，会做西餐，现在中国菜做得也很好。重点是他们做中国菜的原料都是中国进口的，如果长期在国外吃不到中国菜的人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沙特阿拉伯的酒店房间呢，普遍面积都会比中国的要大，其实舒适度来说的话还非常好，而且是一定会铺地毯的，地毯呢定期清洗，还会定期更换的啊。我们现在待的这个房间其实是挺有回忆的，因为我们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来投靠婆婆是没地方住的，所以我们就住酒店了。当时跟我一起的还有我的闺蜜的女儿，她的女儿从瑞士飞到这边来投靠我，因为回不了武汉，武汉那个时候挺严重的，然后欧洲也挺严重的，所以就飞到沙特这边，我们可以互相照顾，因为小孩子未成年嘛，就是在武汉的妈妈，你说有多焦心呀，进不来出不去的。当时在酒店里面住了差不多10几天吧，时间过得好快呀，那个时候肉肉才1岁多，我们到沙特也没多久。酒店的每一层楼都会有一些老照片，全部都是大龙家他们真实的照片。现在这个地方是大龙的爷爷家，也是大龙的爸爸出生的地方，好像大龙跟我提过，他爸爸妈妈结婚好像也是在里面。我婆婆的娘家当时在当地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家族，比较殷实，但是跟我公公结婚的时候，我公公是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我婆婆说他们很穷的时候，家里的孩子已经很多了，没有保姆帮忙，她都是一个人忙里忙外。所以有时候我在家里带孩子带得想骂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婆婆公公说的这些话，就没那么矫情。其实啊，有时候女人的矫情，她真的不是因为孩子，其实这个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她自己的另一半。当你的生活和日子过得特别不顺心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在这个时候给你理解、支持，并且感激你为家里所付出的一切，你都不会觉得日子特别的苦。很多人在说一地鸡毛的时候，其实抱怨的不是说家里有多乱，事情有多多，会耗你多少精力，而是说这一切发生了以后，没有人在身边陪着你，帮你去消化这一切，实际上更多的是精神需求。大龙的背后是一个素描，是大龙的一个画家朋友给他爸爸画的。我公公在大龙还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就过世了，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提过我公公。当然经营的酒店不是这一家，马上会在朝圣圣地麦加有一个新的酒店开业，很早就动工了，都修了好几年了。大龙承诺只要是中国人入住都可以享受最低的价格，不管是哪一个酒店，只需要亮出中国护照就可以。我们在离开阿帕之前，大龙开车带着我去把他的家底全部给抖出来了。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太惊讶，家庭背景挺悬殊的，但是也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他时不时都会抖出来一句，这一栋楼是他们的，这一片是他们的，全部都是不动产。真的，婚前我认识大龙的时候，他很少有的会去用一些奢侈品，穿的衣服都是，我不说牌子啊，100多。最舍得花钱的是香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家1分钱的彩礼都没有要，因为知道他刚创业，怕他没钱。所以呢，在沙特，他的生意涉及的是地产类的，是有专门的人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达成共识，希望我们在中国，在各自的领域都能够有所成就。老了以后坐在一起回忆，回忆的内容啊，不仅仅是游山玩水留下足迹，更多的是我们如何成就对方，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作业总算做完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呢？留言告诉我。散会。你们不想了解一下在沙特阿拉伯当官少爷的人来中国以后是什么样子吗？这几天我们为了赶在上班之前把所有家里的事情安顿好，真的是每天的马不停蹄。主要是家里好多东西都要修，然后约了师傅上门安宽带，然后我们还要去买一些生活的一些必需品。你看看龙老板在中国就是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扛自己搬，因为肉肉睡着了，我抱着肉肉，这些东西都是他一点点从车子里面慢慢全部搬到家里去的，都是他一个人弄的。买的大部分都是奶制品的东西，然后另外一边放菜的几乎没什么菜，就买了点牛排和那个鳕鱼，先对付着吃吧。买了那么多，冰箱还是空的。这2天在家里弄的呢，也没有什么大事，都是一些琐碎，吃的、喝的、用的。对我来说，工程量最大的就是7件行李要把它拆包，把它归置好。因为现在眼前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重新再弄的，重新再整理的。
中间还要穿插着给肉肉做个饭呀，给他洗个澡，给他互动一下。肉肉现在对这个家里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个就是婴儿香水，很多人在问的啊，你们可以截屏自己去搜一下看有没有。肉肉这2天适应的也还不错，虽然不记得这个环境了，但是时差也好，还是作息也好，慢慢的还是能够走上正轨。晚上大龙要出去吃饭，因为他的朋友都很想见见他，那我们只能一个人出去，所以我在家里带孩子。我们在回来之前就已经协商好了，就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事情，可以跟对方协商，另外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解决的方案。大家都不想放弃自己各自的生活然后呢，又希望能够保持家庭的一个和睦。适合的方法就是本着公平公正的立场去做一个协商。我的立场也是很简单的，在一个家庭里面不可以双标。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是在6分，你对我的要求不可以到10分。如果你想出去跟朋友聚会，很简单，我支持你。下一次我要出去的时候，你必须得支持我。一个家庭里面失去了公平，那就意味着鸡犬不宁的开始。衡量一个人对家庭的付出，绝对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衡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为家庭的和睦做出了什么样子的贡献。我跟大龙结婚前就是那种朋友多饭局多，结完婚以后呢，现在2个人就算是彻彻底底的回归家庭，就是重新做人，改头换面了。那晚上虽然我不能出去，但是我的朋友来家里来看我，他是肉食动物，所以给他准备一些牛排。先多一点油，把迷迭香和那个大蒜煸出香味，然后把牛排放进去。我有点懒啊，我没有拿大锅，就拿个小锅弄一下。牛排真的是又好吃又方便又快捷。喜欢吃牛排的，我建议大家一定去养一点点那个迷迭香在家里，10来块钱吧，然后又特别特别好养活，死不了。然后每一次吃就剪一点点下来就好了。黄油在起锅的时候再放进去啊。肉捞出来醒一醒，然后就放一些香菇或者蘑菇。像这种5分熟的牛排我真的很喜欢吃。然后今天呢，我再给大家说个题外话，就是关于肉肉在过生日时候穿的那个黑色裙子的链接。就我真的是老不磨，就是凡是问了我的，我全部有复制链接转给你们。真的，你们太狠了，人家卖裙子老板娘都找到我了。大家想要链接什么的都没问题，就麻烦把这个设置改一下，别人发不了信息给你，你知道吗？真的把我给整笑死了。有的人问7、8个问题，7、8个问号，结果我一回复发不出去。好了，散会。关于肉姐从小3个语言训练的问题，其实我收到了很多父母，特别是新手父母的一些私信。最多的问题就是小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双语？大人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小孩子有了双语环境会不会很混乱？我们先看看肉姐目前的状况吧。What do you like? This one. And you this, okay? Okay. Let's. Okay. Let's. Take it. Take it. Okay. Let's cut here. Push. Okay. Okay. Let's take. Open this. Open this. Open this. Only. Mom, what's here? I don't know. No, what's here? This is no here. Where? One fish missing? Yes.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我们找。找找。对。肉肉在语言的选择和切换上，它是要看对象的。比方说，如果他跟我讲话，他会中文和英文一起来；如果英文他无法表达的时候，他会让中文去表达；如果他中文表达不了的时候，他会切换到英文。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混乱，就像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去了沙特，是他语言爆发期的时候，所以他说的最好的语言其实是阿拉伯语。无论是从语法还是词汇量，还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来说的话，阿拉伯语是最占上风的。但是一路走来，我们还是坚持用3国语言去跟他交流。3门语言其实跟1门语言是一样的，都会在语言的成长期遇到语法的问题、词汇的问题，家长就纠正就好了。其实你在教他母语国语的时候，小孩子也会有语法的错误，对吗？你们大人做什么？就是纠正，对吗？那一样的3国语言分别纠正，很正常。而且我并没有觉得他很混乱，他非常会对号入座。记得他很小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跟我说阿拉伯语的，也绝对不会跟他爸爸说中文和英语。现在呢，他切换自由了以后呢，他偶尔也会串一下，就是教我说一些阿拉伯语。有时候跟他爸爸也说中文，有时候跟他爸爸也说英文。所以我再强调一下，肉肉是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3语的输入，
他差不多快1岁多的时候，能讲话的时候，他就是3国语言输出。小孩子的大脑是在婴儿时期就开始飞速成长，所以大人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小孩子的语言爆发期。不要以为孩子很小，语言启蒙可以往后拖。是，语言启蒙什么时候都可以，但是不要错过语言的爆发期。第一个爆发期就是0到3岁，第二个爆发期就3到6岁。如果家里没有这种双语的语言环境，也不需要过分担心。但是你不要给我整一个上海话，一个武汉话，这个叫双语，这不叫双语，好吧？这叫方言。现在的家长80后、90后有几个没学过英文的？不要觉得自己的英文发音不标准，我就不敢跟孩子讲，没有关系，你可以说，或者是借助一些有声读物。0到3岁的语言启蒙期，家里创造的环境其实是最便捷、最丰满的。最差的结果，大不了让孩子起码有一个不去排斥第2门语言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对不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和可以借助的工具，一次也讲不完。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有很多人现在就会在想，我是不是做老师的？我不是的，老师这个职业是非常神圣的，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今天就带你们去看一下我偶尔会去的一个工作地点啊。老规矩，大龙先送我去上班，然后他自己再去公司。沙特阿拉伯男人他就是愿意给女人做车夫。镜头横拍人有点丑啊，你们将就看。因为我有1年半都没有见到我的同事们了，所以我把自己稍微弄了一下。平时我是非常休闲的，怎么舒服怎么穿。又到了肉肉午睡的时间啊！我去的时候呢，其实是上班时间，但是所有人呢，他们就跑到一个教室里面待着，而且放了那个隐藏的摄像头，我都不知道，弄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欢迎仪式，把我的魂都吓飞了。我的工作呢是少儿培训的运营啊，也是我擅长的部分。相关行业经验差不多10来年。我优秀的你正在找工作或者想换工作，肉姐呢，其实出了业绩，这个地方炮打的，只是她不记得了。跟所有人又要重新认识。你们说的长得那个像蓝莹莹的那个呢，是这个中心的校长。给你们看看啊，这是我们的学生送给我们外教的画。肉姐那么喜欢画，我得安排起来了，否则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让她出去画个够。好了，散会。